养了沙漠玫瑰，好不容易长出来了花苞，眼看就要开花了，结果花苞陆陆续续掉落的小伙伴有没有？花花觉得这种情况比不长花苞的还要可惜，不长花苞的至少努力的方向是长花苞，长出来却掉落了，实在是可惜。那么沙漠玫瑰的花苞为什么会掉呢？是环境的原因还是个人养护的原因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我们来说沙漠玫瑰为什么会掉花苞的问题。其实总结起来原因有4点，只要对症下药，花苞轻松绽放，一朵挨一朵，让你完全看不见叶子。原因1，浇水过少，花苞旱黄干枯。养沙漠玫瑰的花友都知道，它喜欢干燥、忌水涝，所以浇水不能太多，否则就容易烂根。但沙漠玫瑰在孕育花苞的时候，还是需要充足的水分供应，否则一旦盆土过干，花苞就容易旱黄干枯，无法开花。有些花友的沙漠玫瑰在开花期间，要是好长时间不浇水，花朵都会萎蔫提前脱落。要是你的沙漠玫瑰在育蕾期间浇水少，花苞容易发黄干枯，但叶片健康，那就可能是太过干旱导致的。解决办法：沙漠玫瑰在育蕾和开花期间，不能干旱的太过厉害，干了就要及时浇。怎样判断沙漠玫瑰需要浇水了？最好的办法就是颠盆，盆变得轻飘飘，就要浇了。盆要是还比较重，就不要浇。也许有花友会担心，沙漠玫瑰育蕾期间浇水多，会不会烂根？只要你的盆土透水透气性好，通风良好，沙漠玫瑰原本就是健康的，适当浇多一点水，让盆土湿润一些，也是没有那么容易烂根。大多数情况下，沙漠玫瑰烂根都是盆土的透水透气性不好，通风条件差导致的。原因2，施肥不足，花苞失养干枯。沙漠玫瑰不是很喜肥，而且它的根系很不耐肥，施肥过浓或者过勤时，也会对根系造成伤害，导致生长不良或者根系腐烂。但沙漠玫瑰在育蕾和开花期间，还是需要一定量的养分支持，否则花苞就会发黄脱落。尤其前面已经有一些大花苞时，后面长出的小花苞就很难成材。解决办法：在沙漠玫瑰进入花期时，可以适当给施一点磷钾肥，促进花芽分化和生长。施肥浓度要比普通花草用的浓度低一些，比如给普通花草用的肥料浓度是1000倍，给沙漠玫瑰用就调成2000倍。给沙漠玫瑰施磷钾肥最好叶面喷施，这样不经过根部，就能很好的保护根系。而且叶面喷施吸收速度快，肥效利用率高，效果会更好。要是你的沙漠玫瑰在长花苞之前没有施磷钾肥，花苞比较小的时候还是可以施肥的，但花苞较大时就不要再施肥。原因3，环境变化引起掉花苞。要是你的沙漠玫瑰是新买的，买的时候就带花苞，买回家以后掉花苞就是正常的。原因是环境变化，沙漠玫瑰没有适应新环境，对水分养分的吸收能力忽然变乱，花苞就自动脱落。解决办法：对于新买的沙漠玫瑰掉花苞，我们就不能按照常规出牌，否则不但不能缓解问题，反倒导致情况恶化。新购买的沙漠玫瑰掉花苞时，盆土不干，不能浇水，也不能施肥，花苞掉了没有办法，只要植株生长健康，覆盆以后好好养护，还是可以长出花苞的。在沙漠玫瑰没有适应新环境时，大量浇水或者施肥，危害是很大的，直接会导致覆盆失败、烂根、烂茎，甚至枯死。原因4，根系腐烂引起掉花苞。要是你的沙漠玫瑰不但掉花苞，叶片发黄或者叶间叶缘干枯，就很可能是根系腐烂了，不能正常吸收养分水分，花苞就会脱落。也许有花友问，为什么沙漠玫瑰根系腐烂了还会长花苞，然后再掉？原因有2个，一个是沙漠玫瑰在长花苞的时候是正常的，长了花苞以后根系腐烂，花苞不得不脱落。另外一个是沙漠玫瑰因为根系腐烂有了危机感，迫使自己尽快开花，延续生命。因为植物开花就是为了接种子繁育下一代，但花苞长出以后养活不了，就脱落了。解决办法：沙漠玫瑰根系不好掉花苞的时候，最好尽快翻盆，检查根系，将腐烂部分剔除，杀菌消毒后重新上盆。上盆后把原有的花苞全部摘掉，节省养分水分，提高植株的成活率。
有花友在这个时候做的最错误的一件事，就是不及时翻盆，继续等待开花，导致养分消耗的越来越多，根系腐烂的越来越严重，等开完花再翻盆就可能有些晚了，可能连植株本身也保不住了。小结：沙漠玫瑰掉花苞主要是有4个原因引起的，分别是太过干旱、养分供应不足、新购买的环境不适应、根系腐烂。只要找准原因，解决起来并不难。对于本身生长不太好、叶片发黄或者叶尖变成褐色的沙漠玫瑰，秋天应给翻盆，处理一下根系重新上盆，否则过冬比较难。除此之外，沙漠玫瑰有些品种就是容易掉花苞的，例如小丸子。在沙漠玫瑰得了虫害的时候，也会引起掉花苞，例如红蜘蛛。关于沙漠玫瑰掉花苞，你有什么好的建议？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。欢迎指摘影片中的错误意见以及疏漏。花花制作视频不容易，觉得有用点个赞，并多多帮花花转发，这对花花很重要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的喜欢和包容。我们下期见。